你喝酒了？桌子上有茶水，喝一些醒醒酒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桌子上有茶水，自己去喝一口，缓缓酒。你这是喝了多少啊？来，喝口茶。不要。我这几日没回家，你生气了？夫君从前一期不归是常有的事，如今有公差在身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么会生气啊？反正你跟寻常不一样。夫君如今有了大好前程，我身为人妻，不想输给你罢了。面的，我之前说过，我答应过你，回了真州之后，我要好好的生活。如今这样的日子不远了，所以呢，你就不要那么的辛苦。你若是有一日感到累了、乏了，你就放开手，把这些都交给我，我来给你想要的一切。那夫君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淮阳王啊？见他做什么呀？王爷对夫君照拂有加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该去叩谢还恩啊。他在幽居照顾太妃，我都见不着他。王爷只尽孝心，一回真州，就把那些替他卖命的军士都给忘了呢。不会。王爷息兵，王府也会替那些战死的军士设坛超度。你紧张什么？又不是在说你。我没紧张。夫君，今日你去厢房睡吧，我身子有些不利索。哦，为什么呀？归睡。那夫人都说身体不适了，我就更不能去了。你起来。好点吗？你这几日就不要出门了。真州戒严了，王爷到时候也要增派人手巡查，正好你这几日可以养养身子。都打完仗了，怎么还要戒严啊？
可能要来真州。父亲确定吗？我不确定，法官与未然吧。原来如此。我身子已经暖多了。赵全，醒了。你，这儿呢？郑南侯也在。他们过了一夜。我给他们点了把火。混账东西！爹，这就是你的办法啊？你这是要毁了我们贺家的清誉呀！你，哟，侯爷，侯爷，别碰我！侯爷饶命，侯爷饶命！是老夫教子无方，小女真儿也僭越了侯爷。本侯与何娘子清清白白，出了这道门儿，本侯定会保住娘子声誉。当然，若娘子依旧心意难平，本侯也会负责到底。3书6礼，娶你入我后府。谢侯爷。侯爷，今日之后，若有人敢说何娘子搬居长关，本侯定让他在真州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。真儿啊，赵侯爷是值得托付终身之人，你要珍惜这次机缘，日后不可再惺惺作态，忤逆夫家啊！是不是只有嫁入侯府，我才算对贺家有功？之前我为家里做的、熬的，父亲都不屑一顾。在父亲眼里，真儿只有嫁给赵后这一条出路。对，只有这一条路。哎，这儿，你去哪儿啊？来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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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娘子。数月不见，你瘦了许多。当日太急，也没留个信。不会怪我吧？是我有错在先，都怪我心情不好，说了那些话。行了，那你我就此扯平，今后永远不许再提了，好不好？你这缝的什么花呀？好新奇。此为金灯花，又叫做无意草。无意，在长叶子的时候，花还未开；而当花开时，叶子却已凋零。花叶永不相见，彼此无情也无义。哎呦，好端端的，夫人，您缝这个做什么呀？我看《酉阳杂俎》上说的有趣，说这花呀最常开在恶人家中。哎，李妈妈，你见过吗？哎，我可不是恶人，我哪见过他呀？哎呦，作孽，作孽！哎呦！贺妹妹，刘姐姐，贺妹妹今日是怎么了？我有一名好友，他小时候发热，烧坏了脑子，记不得事儿，正经的母亲不认，却把家里的妈妈当阿娘。那妈妈就利用他不知事儿，从府里头得好处。我想告诉我好友真相，可人人都拦着我，叫我不要多管闲事。我心里头难受。姐姐，你懂我的感受吗？怎么会呢？她正经的母亲不就在身边吗？哪能容妈妈放肆啊？多半是哄你朋友玩呢，你呀瞎操心。这针线的确是太粗糙了，我还是拆掉重绣算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？不拆掉，又如何能摆脱当下的寂静，从头再来啊？一开始就是绣着玩的，但渐渐的就觉出不对了。这一下，我要把它都拆干净，重新缝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吉利的花色。贺妹妹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不绣无意草，绣你喜欢的。姨母，你喝了这碗安神汤，便早些歇息，动气伤脾，明日还要操持法事呢。是姨母对不住你。是碧兰自己没本事，拢不住表哥的心。这孩子呀，打小就是个有主意的。他要做了决定，就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也劝不了。百善为本，孝当先。寻常百姓不孝，会被戳脊梁骨；官员不孝，会丢乌纱帽。更何况堂堂王爷，这朝廷上多少双眼睛正盯着表哥，姨母可不能坐视不理，让人寻了画柄。你的意思是？碧兰倒有个挽回的主意，只是……你说。姨母，明日您去流明观操持法事，我与您同去。
到时候真州的百姓和官员们都在，您就当着众人的面认我为儿媳。如此，这门亲事众人皆知，木已成舟，表哥还能反悔不成？不是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走吧。王爷，太妃仪仗启程了。徒劳无益。夫人那边也安排了车驾，应该也是往流明观的方向去了。他倒是挺爱凑热闹。王爷不担心他们两位会撞上吗？皇贵，王爷，今日城内加强布防，以防匪徒混入。王爷放心。除了太妃安排的道长，没放旁人入城。道长名册呢？不简单呐。什么不简单？杜蝶以假乱真的水平不简单呐。不过他们不知道，流明观作为道家大宗，为了劝诫前朝文帝。特意在这祈福祝词上，将流字少写了一点，名字多加了一点，寓意是少一点流符，多一点明镜。文帝大彻大悟，嘉奖流明观，这种写法便流传了下去。属下失职。莫如，备常服，出发。是。夫人抵达流明观了吗？并未。他几时出发的？一早就被车走了。速命亲兵去道观，护太妃周全。是。李妈妈，到街市口就让车夫停下吧。咱不去流明观啦。您方才不是说流明观今日定是人挤人，烟气熏天，泼皮小偷行其大盗吗？是啊。那就依妈妈所言，今日先不去了。哎，那太好了。那到了前面的街市口，妈妈替我去买条鲈鱼吧。我去药铺里给夫君备一些补药。夫人，咱主仆分开不好吧？今儿人这么多，万一碰到什么事儿，我回去不好跟家主交代。那鲜鱼集市去晚了，挑剩下的可就不新鲜了。我就在药铺里等着你，能出什么事啊？你买好了，速速来找我便是。好，好，好。店家，你看看这些齐不齐？哎，好嘞。上好的鹿茸有没有？啊，有。看来铺上今日生意兴隆，您赶快把我这些个补气的方子都抓来，再做大买卖也不迟。啊，夫人说的是，夫人说的是。二位客人稍后，你们要的都有，都有啊。夫人，我这就去给您抓药。二位稍后啊。阿姐，陆舟，陆毅，阿姐，乔叔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们了。阿姐，你说想让淮阳王怎么死？今日若不是改了地方，我已经在流明观里宰了那小子了。时机未到，不可意气用事，不立危墙之下。上巳节那夜我失踪的时候，你们都在哪儿？那夜，我与陆毅发现了一队偷袭兵，好不容易将他们打退。等回来之后才知道你已经不见了。我想去问子玉公子，那个芸娘却拦阻我。她告诉我说，你已经决意离开公子，不再回来了。信他不如信鬼。后来养山成了他的养山，哪还有我们的容身之地？我们只能去北周找乔叔，一起寻你。
要想血债血偿，你们就仔细听我说。家主，夫人呢？夫人跟李妈妈一早就出门了。我着实瞒不过，就干脆道出，你适才卖给李屠户娘子的那些汤药，除了1、2味之外，都是再寻常不过的药材，却收了人家2倍的价格。他若敢与我乱做买卖，我定会让李屠户知道此事。那李屠户可是个不好惹的狠人，欺行霸市。如果夫人真要找他说的，还真够那药铺老板喝起壶的，可真是做大孽。哎，夫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夫君，出什么事了？王爷让我休沐半日，我便回来看看。昨日你提及了流明观，我以为你去了呢。本来是要去的，可李妈妈一路上都在说流明观人太多，会徒于事端。哦，我想想也是，便转道去了集市。夫君在战场上拼了好几个月的命，身子也累坏了，是该好好补补。我买了一条鲈鱼，今日刚打上来的，可鲜了。夫人有心了。为战死的军士祈福固然有心，但照顾活着的人也很重要啊。夫人，我就跟你直说了，有个贼人闯入了真州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男子？可疑的男子？怎么会找上我啊？那有没有看到穿着道袍的人？哪有道士不在道观好好念经，出来瞎跑的？夫人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你再好好的想想。夫君，怎么像是在盘问我？这怎么是在盘问你呢？慌慌张张的回来，原来是看我安不安分。瞎说，闲聊。夫君说谎的时候，总是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夫人，真的就是闲聊，我是担心那贼人，才回来看看你。怎么，夫君是怕我被贼人抓了去？放心吧，咱们崔家如今可是有淮阳王的庇护，什么贼人敢动手，那便是不把淮阳王放在眼里啊。夫人说的对。家主，淮阳王那边传话说法事已经结束，他已经回去了，想让您去找他一趟。那夫君快去吧，别让淮阳王久等了。若日后失去了王爷的庇护，贼人再来，夫君可真的就要失去我了。好，夫人，那我就先去了。母亲，今日有2个贼人假扮道士闯入真州，儿子去探查此事，贻误了祈福的时辰，还望母亲谅解。坐吧。是。这是牡丹花蕊。秉兰这孩子看我脸色不好，刚送过来的。
今日刘明关上下由我一人主持，又突发贼祸，我这一身病骨实在是难耐。幸好有秉兰帮我，才不至于在百姓面前丢了淮阳王府的颜面。他帮我，就是在帮你，你要记得这份情。哎，今日我本打算认下秉兰，让你们重修旧好的。你心里如何想？看来王爷心里想的还是那个外室。母亲，我此前就说过了，他不是什么外室。我无需知道他是什么人。秉兰已经退一步了，他说：“你若真心意那个柳姓女子，他定会给那个女子颜面，好好的帮衬你。你还要让他如何做呀？”堂堂王爷明知贼寇入关，不在母亲和百姓的身边，偏跑去北街那个温柔乡，这不是荒唐吗？这些我都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你今日必须答应我，娶了秉兰。母亲，今日之事，儿子确实是有过错在先，但此事另有隐情，日后儿子会向母亲解释。至于婚约，请母亲恕罪，我只娶柳绵堂一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崔行舟，此生只娶柳绵堂一人。你混账！混账！你混账！混账！夫人，夫君，我来拿你换下的衣裳。怎么受伤了？啊，无妨的。我替你上药。很疼吗？疼。此人下手可不轻啊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不是那个贼人伤的。王爷处罚的我。王爷怎能这般苛待将士？可能是他心绪不佳吧。我听说他跟太妃置气了，太妃给他配了门当户对的亲事，可是王爷心中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子。